露头，露头，快！何人击鼓？一通。二通。何人击鼓？有人生没人一样的。杀！来俩人，我拖出去杀了。三通。大半夜的敲什么敲？睡觉啊！这敲什么呀？让不让睡觉？谁是陆彦珠？我是。吴越军律，鼓响三通，阵列不齐，当如何处置啊？这鼓响一通而有人不至，关左帐20；鼓响2通而兵甲不全，对关以上帐100；鼓响3通而阵列不齐，全军皆斩。我胆子小，见不得血。第一天上任便不杀人了。全军杖40。行行。惹得起的，别过来！对啊，郑神诺。伏击法！同袍们，都给我听仔细了！我叫钱洪柱，吴越武肃王之孙，文穆王之子，当今大王的亲弟。江东南面行营官军容使，受行营都招讨，仰太尉军令。自今日起，暂代中顺都指挥使之职。今日以前的事，我一概不管；今日之后的事，我一概要管。吃饭要管，睡觉要管，拉屎要管，走路要管，歇息要管，生要管，死更要管。总之，你们能想得到的，便没有我不能管的。方才你说我有人生没人养的，你说要删了谁？删了我。这2个人多杖20。是。我是钱王生的，也是钱王养的。我生的儿子闺女，也都是钱王子孙。你们若是敢伤了我，要夷3族的。我若是打杀了你们，打对了有赏，打错了
无非是跪跪祖先堂。自今日起，我便是你们的都头。我想不通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子早就念叨过，什么先王后王，老钱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哎呀，你就别在那里聒噪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要不是鹿头在这拦着，我管他什么亲卫都，全给他们宰了！放你娘的狗屁！挨打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个？你闭嘴吧！闭上你的嘴！哎，哎，快点儿！一通，动作快点儿！还想挨板子吗？快走，就你们屁股疼！快！二通，快点儿！就你们屁股疼！三通，找了，成立！看什么呢？这是早就这是。看，别看了，站住！酒喝多了，都忘了兵该如何当了吗？啊！立刻都头，周顺度成立。恭候都头将令，末将指挥副使卢彦柱。算了，懒得与你们这帮混账置气。饭食已备，开动吧！别动，回去。狗腿的鱼！站好了，左队第一使出令，站直了，往前站，站成排，军所坐。右队第一使出令，快点儿，站成排，军所坐。左队第二使出令，动作快点儿！军所坐。右队第二使出令，左队第三使出令，军所坐。右队第三使出令，军所。坐。都头，你不饿？啊，弄。开吃。让个位子。
不爱吃鱼头？爱吃，吃。不用，我也不爱吃。自今日起，忠顺都再也不吃鱼头。据各州上报，总计59个县被灾，建德县寿昌区大堤作业决了口。从兰溪到金华、永康这条水路的水面，比1个月前宽了10倍有余，流湍浪急，舟机断绝，给东南行营运粮的粮船都阻在了同路。故此，臣等议定，借用珠江水系沿江南下，自漂西渡登岸，只需越过20里山路，便可自西溪渡再度登船，沿西溪入长溪，直趋宁德、永贞，自永贞登岸。六都转运司和提举公使司，不是设在了温州的永嘉盐场吗？是九郎亲自选的。永嘉盐场距福州计500里路，是不是远了点儿？不远。九郎选的这个地方恰到好处，大军南下，粮资经水系转运，青田乃必由之路，至多再有1月，海上风季将终。事实已经运抵青田的粮资，可沿永嘉江直接出海；而尚未发出的粮资，可沿钱塘江口出海，经温州进海，直趋福州。这2条路都是2到3日的水程，2条路的交汇之处，便是永嘉盐场。九郎现下已经到了永嘉盐场了。若老夫算得不错，此时九郎与养帅，该当正在2个渡口之间的山路，且随军转运的粮资可供大军20日食用不辍。兵锋直抵福州之前，军中无断粮之虞。此时臣等所忧者，恰恰是这段陆路。怎么说？大王，那边应该也在下雨。九郎，别推了，让开！车上有草山子，1人1个，往地上铺。喂，你说什么？把沟壑填平了，便有路可走。我的兵是正兵，什么？这是府兵办的差事，正兵不填沟壑。好，老子给你们填。来，让开！朱元初，上，去拿草毡子。诺。第2个3都是死人吗？走。忠顺都填沟壑。
你们这些没用的傻鸟，把草毡子往前运！你他娘的说什么？有种再说一遍啊！后面的废物都听着，把草毡子往前运！我们给你们点沟壑！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冻死！来来来，挂上它。来一个。小郎君，那里是什么人？正兵的上官们，把他们叫过来。好。田碧瑶，九郎君叫你过去。小人右执第一都军需于后田必勇，见过九郎君。小人有眼无珠，没认出九郎君。九郎君恕罪。是我眼花了吗？如此大雨，那个棚子里走水了。我们右执一都的几位上官在棚里歇脚，烧口热汤喝。那他们呢？都是些下贱的填好府兵，郎君不必理会，且随我入内，小人亲自为您奉汤。下贱的填好府兵，是，郎君不必在意他们，不过是淋些雨，死不了人的。容他们在外头歇息，不用去给骑兵的马蹄子当肉垫子，已经是他们的造化了。郎君且安心随我入内便是。跪下。啊！郎君命你跪下！跪下！耳朵聋了吗？不是，小人失礼了。我没什么气力，你们俩莫让他动弹。郎君，小人知罪了，小人冲撞了郎君。你冲撞我，倒也无妨。可你千万要记住了，若是没有我们这样下贱的府兵，就不会有战时军中的辎重粮草。下贱的不是人，是你的心。你命好，我不杀你，留你一命，去上阵杀敌。多谢郎君不下车，多谢郎君不下车。哎，九郎君，郎君，郎君，郎君。大帅，九郎，你别动，快躺下。听说你发热了，身子受了湿寒，须得好生将养啊。大军都传了吗？旋风、前军、中军都已经走了，后军也走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
再有一夜光景，便也起行了。大帅不能离开中军，请大帅登船。到底怎么了？浙江和东阳江水位暴涨，寿昌渠决堤，后面的粮船过不来，大军的粮道断了。右直三都时有兵额正兵1260员，日需2米53斛。弓箭三都时有兵额正兵1236员，府兵3628员，战马2628匹，驮马走骡1886匹，日需2米188斛，豆料753斛。都记下了。日需2米和豆料共计几何？日需2米1534斛，豆料1597斛。郎君，好些了。能撑到下个月初10。我这算了许多遍，最多也就10余日，军中便要断粮。你这个下个月初10是如何算出来的？军中还有9492匹大牲口，除去2740匹战马不能动，还余6752匹驮马走骡。这一匹大牲口按600斤算，至少能出300斤的肉。按1员正兵一日所需3斤肉，1员府兵一日所需1斤肉耗算，能撑20余日。将驮马和走骡全部宰杀，大军班师的粮秣辎重如何遣阅？此战若是胜了，大军可坐船自海路班师；若失败了，自然也用不上。就算能撑到下个月初10，这战事就能了结吗？若是下个月初10，海上风浪依旧不静，珠江水情依然不能行船，那便是天数使然。天数使然。我在汴梁做了几个月监牢，想了许多事。那个时候，我最恨的便是这不讲理的天数。若真如你说，天数使然，你我一句非战之罪，说来简单，可深入闽境的3、4万将士，有多少要埋骨他乡，又有多少能活着回来？到那个时候，从长乐府到永贞，再到宁德，又或者是从西溪渡到飘溪渡，这120里的道路上，要聚集多少冤魂，多少枯骨啊！这是沈兄的官凭。我已在书函中向2位太尉禀明此事。沈兄凭此官凭，可在军前代行官军容使和提举公事司之权。郎君是要将提举公事司设到军前去？情势有变，如今随军粮资调动诸事，皆在军前。温州这里什么都做不了，若还将提举公事司设在这儿，那便不合适了。可郎君的身子眼见大好，可亲自赴军前调度诸事，无需假手于沈某。我要留在温州，6州都转运司也要留在温州。郎君想要做什么？天数无常，但我想尽尽人事。温州或可解大军断粮危机。既如此，提举公事司属务，沈某可代为之。然则官军容使之权，乃大王
我信得过沈兄。沈某必不负郎君所托。请。大王要抬举弟弟，封个官军荣使也还罢了，大军的粮秣给养是何等大事。九郎是在宫中教养惯了的，又未经过营武战阵，如何应付得过来呀？太尉可还记得裴松之著《三国志》中吴书《周瑜传》那一篇呢？周鲁吕。裴松之引江表传，鲁子敬代庄公瑾督南郡郡事，路过鲁口大营，与吕子明夜谈，曾有一语。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汴梁之行之后，九郎已非昔日无下阿蒙了。穆侯而冠，自家知自家事。你的这4字，用在我这个余丈子身上，倒也不能说是错了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是大王之错。沈兄慎言，兵凶战危，军国大事岂得儿戏？沈兄，军国大事，的确不得儿戏。沈君，可有以教我？如何教你？你可知，在这营伍之中，一员镇兵一餐所费粮米几何？兵部册子我看了，一员正兵一餐，按规制需精米5葛。那只是文书上的数字。真到了军中，一员镇兵一餐能有2葛精米，已是奢侈。这是为何？在营为军，若是不懂得孝敬上官，便随便找个由头，一顿军棍便打杀了。换作是你，是填饱肚子重要，还是自家的性命重要？匪夷所思，军中有军律，有督监，怎能任如此乱规肆意横行？你以为军中的将帅上官不懂得这些？还是郎君觉得我吴越国这3代的大王全都被下面蒙蔽，对军中的情弊全然不知？军中的将变官佐，冒着风霜雪雨在阵前搏杀，他们图的是什么？图的就是富贵。平日里虚报名册、贪慕点兵饷，那都是寻常之事。可若真到了阵前再耍这些花样，将帅上官自然是不许的。没了平日里那些空头可吃，再不让他们乐肯些孝敬，难道等到战鼓响起，眼见着他们阵前倒戈吗？你以为这军中都是些什么人呢？天下都乱了近100年了，又有哪一年不打仗？能在这军中久经沙场活到现在的，又能是什么良善之辈？大王教命，着鸿处提举江东南面行营诸军粮秣甲仗辎重公事。我知道自己年方弱冠，财力不堪大事，故特命书简，行文则能院，提举公事司勾管行营诸军粮秣甲仗辎重公事一职，还请先生去就。我为何要去就？若得先生抚允，鸿处愿专任先生。